带你来看到的是呢，美国现在基本上除了说国际间外交要持续的在进行，因为太多事情在烧了，请中国这边能不能帮忙之外，内政的部分基本上跟外交是挂钩在一起的。但你来看到是他们现在校园里面在闹什么？其实就是声援巴勒斯坦。美国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知名大学了，包括了哈佛、耶鲁，还有呢这个哥伦比亚等等，相继的都有很多学生，他们直接走出来了，他们要挺的就是巴勒斯坦人。纽约大学呢，甚至在4月22号，也就前几天，已经有超过150个人被逮捕了。好，学生呢，他在网络上面以及在街头上面喊的是终结加萨走廊的暴力，还有占领，甚至呢，他们还直接爬上了校园的围墙。这个场景呢，基本上在美国各地的校园很常出现，直接 camping 在外面，告诉你他们的立场是什么，甚至有被停学的学生站出来了。他说呢，他并不后悔，甚至他还说，其实呢，他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他发现根本没有人知道巴勒斯坦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而在哥伦比亚这边呢，甚至还有教职员，他们也是一起聚集在学校里头声援这一些被逮捕的学生。那你会问，到底谁在逮捕学生？来带您看到这个讯息，美国的共和党大佬是带头要拜登派执法人员来处理这些挺巴的学生。而这里头当然啦，牵涉到了政治立场之外，也很多的不同的国际上面以及政客他们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问题。来，拜登直接讲了，说针对这一些事情来说，他批评的是示威里面有出现反犹太主义，毕竟这个跟犹太他们的主要族群有关系。另一个部分呢，他也反对谴责对巴勒斯坦人处境的无知。那网友就说了，端水式回答今天立马供那个你也讲各打50大板，那你到底你的立场是什么？大家想问的是，身为一个美国总统，没有任何一点立场或者是思考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怎么定夺吗？因为国际间大家看到的就是在南加萨这边又看到了310具的遗体乱葬岗，然后呢，很多基本上是被不人道的在生前可能是用不人道方式来处决的，甚至呢，以色列最新的一个攻击也造成了加萨走廊中部这边有难民营有人死亡，他们就直接讲了，他们是直接发射在街区里面发射炮弹。那是多么样不人道的一个行为，攻击的行动，伤的都是平民啊。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北部，我们从刚刚的南、中、北，几乎已经是全境的，他们又开始再一次的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再一次的进行战争的攻击。200天下来，已经有34000多人死亡了。可是哈马斯的军方现在直接讲了，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们要继续续攻以色列。双方你来我往，大家就想问，真的是实力相当吗？因为以色列持续的他们在接受到了很多军援，就来自于美国啊，所以大家问美国有没有双标？布林肯的回答带您来看。The accusations about IDF's military conduct in Gaza have piled up. They include using food as a weapon, targeting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ndiscriminate bombing, something even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s taking place. A lot of people suggesting that U.S. has a double standard when it comes to applying the law with Israel. Does the U.S. have a double standard? Do we have a double standard? The answer is no. As this report makes clear, in general, as we're looking at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dition of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we apply the same standard to everyone. And that doesn't change whether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is an adversary, a competitor, a friend, or an ally. 犹太人这种好，这个呢就是告诉你，网络上是这样讲的，你只要不尴尬，但尴尬的就是别人。大家都在讲啊，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你真的觉得是同样的标准，还是他真的就像那个记者想问的，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标准呢？目前呢，在中方这一边，我们刚刚讲到了布林肯去到中国，中国这边呢，他们美国一直希望能不能帮忙，来一起做一个和事佬，协调一下。大陆外交部直接讲了，那你应该先停止对别人的人权状况指指点点。甚至戴厚普有一个最新的民调了，说国际社会对于美国领导力的不满情绪是不断的在上升的，已经呢从
2022年的33%到去年的36%，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到底美国你的外交政策方面，你以前一直以一个老大哥的角色来自居，现在呢，这个老大哥还是大哥还大哥吗？不管是大哥的能力问题，或者是大哥的角色问题，真的还值得让大家叫一声大哥吗？请教一下郑老师怎么样来看？因为对于美国，其实在大学校园里头有非常多的示威，可是这一些有理念、有想法的，不管是学者或者是学生，甚至面临到逮捕的问题。我在学校待过，也经历过台湾的学运了哈。学生会起来做反对的作为，第一个，他们应该是认真读书啊，赶快把自己的能力充实好。但是如果世界发生一些实在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一般人可能也知道，但是一般人因为有工作，有各种各样的牵绊，有家庭，不太敢轻举妄动。而学生因为他比较单纯，他现在没有包袱，他就是读书，所以呢，学生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个动力是很强的。当然有时候会很猛爆，所以全世界包括那些总结经验的人，绝对不敢轻忽学生运动。不是学生多神圣，而是说他们相对比较没有包袱。他看到有些大人明明知道不对，可是你就是有苦难言啊，或者做了各种各样太圆滑的安排。那这个学生开始行动的时候，事实上对一个统治者来讲，对一个社会来讲，都要仔细的倾听。他们比较单纯，不见得他们都对，但他们对那个是非的追求是比较清楚的。好，这一波是很厉害的啦。哦，从哥伦比亚大学到哈佛，现在连西岸的这个伯克莱大学都有了。早年我们看到美国那个学生运动，60年代那是非常蓬勃，而且是改变了整个美国国家的体制，同时改变了一个世代人对世界的认知。美国这个早年这个2战之后那个独霸，后来他们开始觉得不对了。那么这一波这些学生出来，当然很大一部分可能是中东的学生做主导，可是在校园里面搭帐篷、演讲、游行抗议，惹得学校现在这个哥伦比亚那个大学校长竟然放警察进去把他们抓走。惹得起这个哥大的很多教职员就是不对啦，教职员就穿着他们袍子在那边集会，谴责校长，保护学生。那学校怎么办？现在干脆把校门关了啊，不让他这个进出。哈佛也把校门关了，然后呢开始要求说线上教学。为什么线上教学？他怕学生来到学校里面，大家聚在一起就会形成力量，开始把它分散，开始请这个警力介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那再下去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实。这个社会的人应该是倾听，可是你看那个领导者的拜登是怎么反应的？他说他谴责或者反对反犹主义，同时对那个在巴勒斯坦发生什么事情、加沙发生什么事，无知人他也有意见。然后我一听两个就很矛盾了。这个反犹主义、反犹好像变成是个政治完全不正确，他一帽子一扣，可是这些人是简单的反犹吗？这些人就是他讲的，因为知道了加沙那边的真相。像我们刚刚今天举了一小段，300多个尸体就挖出来，已经死了3万多人，200天已经死了3万多人，伤了7、8万人，这么大一个死伤，而且不止这样，还有又饥又饿，连公共设施、学校不应该轰炸了，不应该侵犯平民的，以色列什么东西都干了。你看看，比如说埋了那300多人，他们最喜欢讲说犹太人多惨，过去那个纳粹对他们的这个集中营啊，都是尸体，那你现在怎么对别人呢？那个跟集中营有什么差别呢？那不就是个大屠杀吗？所以当学生发现这些真相的时候，当然就跳起来了，当然就表示意见，认为应该 stop， 应该停止，不要再屠杀。结果拜登一个帽子扣下去，说他们是反犹，然后就认为应该镇压他们。学生就是知道真相，就是知道以色列干得太过分，学生也是知道美国人根本是双标，然后就是在支持以色列，然后对加沙这个老百姓视若无睹，表面上一些漂亮话。最近最明显了，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要让巴勒斯坦建国，那个是前个阶段大家都讲好了，以色列你建你的国，巴勒斯坦建巴勒斯坦的国，两国，唯一反对的是谁？就是美国。你这么赤裸裸，全世界都看到，你不要讲说是帮忙加沙那些被屠杀的，连他们应有的建国权利，公然的、唯一的，连那个他的英国这些都不敢反对，美国就反对。你想让美国的学生、大学生看到这样的场面，能不愤怒吗？我认为这个学生起来是刚刚好而已。
好，其实大家也想要问的就是，当先前呢，美国你一直讲说呢，你觉得以色列应该怎么啊，人家都没有理你的时候，人家继续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当百姓看不下去的时候，官员还是可以说我们没有双标，他就直接这样子在记者面前讲 on cam 这样讲，这种话他还是讲得出口啊。来请教苑老师。我强调一下哈，这个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包含前阵子的宾州大学 MIT， 他们都是常春藤联盟啊，也就是说大家公认这是美国最好的大学，这不是普通大学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学。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个事实啊，我觉得台湾大学比这几个大学都好啊，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为了绍兴南街改建的时候，我们那个校长李校长那个时候啊，被学生团团围住。我自己的话呢，有一个同事啊，他那个做课外指导组组长，就找了大安分局来联系一下，看看如果有什么情况啊，只是联系而已，就不得了啊，哇，不得了，那个被那个整个来讲吓得要死，而且大家啊非常自豪，就是说以前清大的刘兆学在当校长的时候啊，就责怪那个什么警察什么到学校来抓人，不得了。那现在的话呢，哥伦比亚抓了150人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代表什么？我说句良心话，美国真的很尴尬。你还问我那个布林肯有没有双标的问题？布林肯没有双标啊，从头到尾就是支持犹太人，支持犹太人啊，以色列就是支持以色列人啊，就是连泽连斯基的爸爸妈妈都已经移民到以色列去了。大家，我实在是不愿意讲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这个悲惨的事情主要是发生在巴勒斯坦人本身的。大家如果对这个历史从1948年到现在，你本身当难民已经当了76年的难民，这种情况下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感觉的话，这个哈马斯我觉得没有错。哈马斯在去年的这个10月7号开始攻击以色列的话，产生的恶果到现在，以色列是要不把哈马斯的发生的可能性完全清除掉，他是绝对不会停手。但是你现在在美国大学里面出现这个事情，我说句良心话，前不久大家都知道，任何美国3个大学，宾州大学、MIT 还有哈佛大学的校长都是女性。只要针对于校内有这种反应，你如果先指责为这个就是叫反犹太主义啊，反犹太主义在欧洲、在美国非常严重的指控啊，这基本上何止政治不正确而已啊。然后呢，又说你没有支持要打击这种反犹太主义，只要你有一点迟疑，马上就滚蛋。宾州大学校长滚蛋，哈佛大学校长滚蛋，而且下场都非常难看，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了。美国的双标基本上就是美国对犹太财团以及建立了以色列的全面支持啊。所有的事情的话呢，我有讲到布林肯啊，布林肯到了以色列去了5趟。对不对？5趟当中，他第一次去了，一下飞机他讲什么话？一下飞机讲说我自己就是犹太人。那一听巴勒斯坦就凉了半截了，犹太人来处理以色列的问题，那还需要你来吗？对不对？应该派我们春吉大哥去的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觉得公平啊。至少的话，但是美国的声望下跌的原因，就全世界的穆斯林，你对这个回教的文化有点了解，就他们已经反感到极点了。他们自己还美国什么领导世界的，我还觉得什么有33%、36%啊，我觉得相信很难了，很难了，真的很难了。是，其实呢，在战场上面，大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一些画面。要请教一下小舰长，因为呢，现在他们说了，在以军这边的暴行又看到了，是他们撤出了在汉尤尼斯这边的医院之后，当地民众发现的，在外面呢有300多具的尸体遗体呢，甚至他们现在还怀疑他们生前有被凌虐，甚至是活埋，等于说是有非常多不人道的行为在这一次的战场当中出现了。那大家也想问，那以色列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因为现在不止他们北中南持续的在进攻，而且呢很多都还是用街区扫射的方式，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其实是这一些。我要帮布林肯讲一句话哦，也就是美国没有双标，但是呢，布林肯没有演绎清楚。什么演绎呢？因为美国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永远是对的，不管我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有错，请看上一句，美国永远是对的。无论是在东亚，无论是在俄乌，无论是在以巴，甚至有关于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问题，美国他都认为他不管是站在哪一边，他永远是对的，所以自然就是会如此。那至于说现在在街区里面使用火炮，
这就证实了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件事情，大家都说他们要在加萨打所谓的城镇作战，我就说没有城镇作战这件事情。以色列真正想打的是歼灭战，歼灭战，然后透过各种手段，就例如说刚刚主持人讲的，使用火炮，在街上进行扫射。其实它最重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做种族灭绝。灭绝了之后，就没有人再来反对我了。你哪怕你是巴勒斯坦人，你都不敢讲话。为什么？你讲了，下一个被扫射的就是自己了。但是我们这样讲啊，实际上来讲，当初的洪水行动呢，就是去年的10月7号，一共哈马斯的攻击造成了1200人的这个死亡啊，那他绑架250个人。可是我们看一看现在巴勒斯坦到底死了多少人？他死了34183人，然后受伤也可能会过世。就像刚刚讲到的，你连医院都搞成这个样子，医院你都不断的破坏，那死伤只会更惨重。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到说，在这个伤亡的有77000多人，这个样子还不叫做种族灭绝吗？还记得当初在安理会那达成了那个决议案，也就是说要立即停火。可是以色列有停火吗？以色列没有停火。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讲的最明白，安理会的决议是有强制性的，你们现在不做，以后就会招致后果。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关心还有哪一些国际话题。好，在今天很多华为粉他们要来期待4月24号要举办2大发布会了，一个是跟科技有关，一个是跟什么电动智能充电网络有关。新的问界 M5 呢价格出炉，余承东说真的要疯掉了，来听他怎么说。还有提车后赠送价值2000元的前风挡隔热膜，这是今天刚加上去，在发布会前期刚加上去的。我们兄弟们真的拼了啊！太猛了哈！这个行业太卷了哈！送37000元的选配权益，我说我们这个压力也山大哈，这个降成本的压力。我们这个249800的也送了37000元的选配权益，啊，简直这个疯掉了哈哈！这个行业太卷了。好，一直说太卷了，太卷了，压力山大。为什么？因为现在呢，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要能够登上第一都是不容易的。现在呢，他们华为确实啦，在新势力品牌里面销量排名第一，甚至呢，它的 M9 是豪车第一，说已经杀入了 BBA 的基本盘了。而目前除了车之外，还有什么手机？来 Pura 70呢，现在说新机国产化的程度到底有多高？他们说了，除了 Ultra 之外，可能通通都是啊。那也有人开始帮他做评测了，说有时间停顿般的杀手级拍摄功能，表示现在这一款新的手机比起先前又更厉害了一些。好，甚至呢，今年他们要打造出一个鸿蒙的 App 生态系，等于说它其实不只是车子，不只是手机，不只是家电，它要让你整个就是活在这个鸿蒙的系统里面。那对比的当然就是 Android 还有iOS， 他希望呢，把他的行动系统在更无微不至的、巧妙的进到你的生活里面。那也因为最近呢，有很多的美国官员要来，当雷蒙多又提起华为晶片的时候，大家开始在问了，说，华为的晶片，大家会不会想到先前你来这个中国访问的时候的那一段呢？甚至当他在访问里面提到说美国技术领先，人家说是不是台湾的时候，他又有些尴尬呢？到底现在啦，美国在这一波的新能源、新科技里面，他们的评比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呢，说苹果应该是已经丢掉了全球智慧型手机的销量宝座，但是呢，他们5月7号是有一个新品要发布的，甚至库克还说会有一些新规格。只是这几年来他们发布新机的部分，大家想问的是，到底有没有亮点？
真实的亮点，让大家感受、体验得到的亮点。因为呢，现在他们说了，2023年以超能力收购了 AI 新创高达30家。那大家就想问，这一些有没有可能变成未来新亮点所发展的一个方向的基准？到底现在在整个能源市场啊，在整个这个车市以及科技的市场里面，请教郑老师，因为中国真的来势汹汹，目前看起来的就是，华为它在今天所要发布的这个车子，很多车迷是期待的。刚刚休息的时候，那个苑老师啊，讲起来头头是道，看起来是内行。我是车痴，不是痴迷，是白痴啊，这个是不太懂的。但他是内行讲门道，我是外行看热闹的哈。华为我们也是前几年才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美国全力打压，我们才认识这么一个企业这么厉害。怎么忽然间跨到车界来了？车界过去我们台湾有经验啊，什么裕隆啊，就大部分都是进口的，然后大部分就是台日合作，本来想独立自己的一个都不太成型。中国大陆比我们发展的晚了，这几年他们历经各种，他们也跟别人合作，也被修理，也被出卖，然后他们现在自己互相竞争到非常非常的厉害，甚至可以输出，可以让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坐车的这先进国家都感觉到威胁。你光看这几十年的变化，由落后到超前，你光外行我们看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第二个，你看这次华为宣布这个车型，哇，他讲什么6大特殊的什么15项体验，讲起来口沫横飞，我一看都看不懂。我们那个舰长在里，他那个材质啊，他这个叫做什么潜艇级的什么什么什么钢材，可以怎么样，哇，这讲起来非常的这个眼花缭乱，还附赠这个附赠那个，更重要是降价。它有3款了，24.89、26.89、27.89了。那个加长型的，听说还可以，那个还可以一次跑1400公里。刚刚我们都在谈这个里程，这么多的变化，你们舱内发生什么样的东西？它还有什么雷射的什么导航什么设备，看得我都眼花缭乱，完全没办法跟上。然后各种有关啊，比如说我听了就有点感觉，因为我经常开车常吃华丹的。他说那个最新的智能驾驶如何让你能够避免，所以比较正确的，避免罚单，更不要讲说避免各种各样的出事，带来更多的安全，连这个都要考虑啊。然后他对于那个趴车啊，怎么样停车，它有自动停车，我都不晓得这个智能驾驶可以到自动停车，还可以遥控停车。你光看这个是，那我蛮有个感觉，很遗憾啊。我在台湾没有办法体验一下，对，那为什么这个？你说政治暂时不谈统一，那你至少市场这个统一一下嘛，让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我还看到那个余承东讲啊，现在4月、5月他们就要在北京赶车展，那个车展总共听说有100多款里面有86款就是新的车款，所以你看他们互相那个竞争，那个什么比亚迪、特斯拉都会，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更不要讲说，因为他们整个汽车的这个兴起，连带了相关的配套，整个产业链，那真是非常的惊人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在中国大陆，我在这个去年去的时候碰到朋友，普遍都已经换电动车了。对，普遍，而且真的是到处那个充电都非常非常。我最近看到说我们台湾什么智慧城市啊，在增加多少充电桩，都叫做智慧城市，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外行的看热闹之外，除了羡慕之外，是不是好好的面对？我不要讲说我们要对他们的依附投共，至少如实的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台湾过去太妖魔化他们，都不愿如实的，你就如实了解就好了。到底人家走到哪里？台湾的所有的资讯，特别是通过绿媒之后，全部过滤、全部扭曲、全部选择性的。光看他们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应该有所思、有所反省呢？是，来，专家来了，岳老师，不敢讲，我不是什么专家，我是哲学家啊，我是哲学家。但是呢，我觉得华为呢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大家知道，华为原来是做交换机的啊，那最早先的话呢，因为它本身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每一部分都是能够做出它自己要达到接针正确，达到非常完美的地方。然后它现在的发展，一个 Pura 70啊，原来大家会想到说是因为这个雷蒙多去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被打脸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大陆那边强调说，他在访问的时候突然的发了 Mate 60，我现在用的 Mate 60用的非常好
啊，就是它的人工智能的部分在输入方面是非常好的。那 Pura 再加上它的，因为华为的汽车啊真的是太争气了，它里面最主要的话呢是有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的话呢，它是这个问界啊，问界5、问界7、问界9啊，里面是出，尤其问界9是高级车。我必须坦白讲啊，刚刚郑老师讲的情况，我非常期待赖清德能够在这个柏林就职的时候开一辆华为的问界9啊，360度的转弯啊，然后自动这个驾驶啊，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整个历朝历代，我最近在上海做了一次比亚迪的这个汉，我跟你讲，他们内部的装潢啊。就是跟宾士的设计人是一模一样，但是它实际上也只有1/4的价格啊，非常非常值得了，性价比非常高。然后第3个，它有海洋生物啊，海洋生物里面不得了啊，各式各样啊，有这个便宜的海豚啊，也有什么厉害的鲨鱼啊什么的。我会觉得，你看我算了一下，那讲的车种多少种？你相对于特斯拉讲，特斯拉到目前为止的话，什么 Model S、Model Y 什么。这个讲了好像没有记住，再加上 Cybertruck， 总共目前为止听到的也就是4、5种吧，恐怕就是4种吧。啊，这个整个车型换的速度来讲，这个余承东讲的话，这个卷这个字啊，给人家会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这个卷好像不太好。这个卷其实是一种民族性格的表现，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懂得什么叫性价比啊。但外国人基本上，我在外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外国人买东西的时候有一点随意啊，就是说是最早先的时候啊，那个苹果本身的销售的策略就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个苹果4、苹果5的时候，它原来不改的，连价钱几年后它都不改的啊，就是不改啊，好像是这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永远不改的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现在的话呢，发觉样式很新，我必须要强调，其实就新能源车来讲，为什么大陆这么卷？为什么大陆这么卷？他要准备啊，称霸全世界，至少是称雄世界。因为呢，这是迟早的事情。他现在是要拿品质来告诉你啊，拿价格来告诉你。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拿未来告诉你。你这个对于这个大陆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如果你相信环保的概念，如果你相信科技可以发展的概念，如果你本身相信中国人本身能做出来的东西是世界一流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啊，恐怕是很难阻挡这股趋势。我觉得台湾都有可能会开放进口啊，因为台湾非常适合开新能源车，非常适合。请教一下小舰长。我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已经跟岳老师报告过，台湾不适合新能源车，为什么？因为台湾没有电啊，那个没有电，你要去充什么呢？然后而且呢，那个不但没有电呢，然后即使是有电，那我们有非常多的老旧的这些公寓，去哪里找充电桩呢？现在有非常多的公有的停车场都有充电桩，可是大家都在排队等啊。那为什么那个我们没办法都更？这是政府的问题啊。那至于说我们现在在谈这个车子啊，以我个人而言啊，我那个刚刚岳老师谈那么多车子啊，我最想去试试看的也就是仰望 U8 仰望 U8， 对，就是刚刚讲说可以原地打转，而且360度可以进到水里啊，进到水里它还可以正常运作，不得了，跟潜水艇一样啊。对啊，它那个非常厉害的。那如果说像最近那个广州或者是深圳在淹水的情况，其实已经有人开着仰望U8直接进，就是他不是故意去炫耀，而是他可以安全的通过。大陆如此的进步啊，可是我们反观啊，看一下雷蒙多接受在 CBS 60分钟的访问的时候啊，他讲说，哎呀，那个今年的国家安全呢，就指的2024年的国家安全，不再只是坦克，也不只是导弹，而是科技、半导体、人工智慧和无人机。他讲的是这一些啊，可是他说，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那个记者追问：“你讲的我们是台湾吗？”然后他说：“很尴尬地说，你说的对。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没有台积电的，只有美积电。然后现在又说台湾一天到晚地震，所以应该要把台积电迁走，迁到哪里？迁到一样有地震的熊本，是这样子的吗？你们是这样来说服我们台湾人吗？当然不是，你们就是把台湾现在的核心竞争力全部拉走。然后接下来，你还记得之前有美国的众议员说，2028以后就没有所谓的晶片战，也没有所谓的关于
这一个台积电的问题了。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公运人士郑春琪老师。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520赖清德即将要上任了。在上任之前，先来交代一下美国来的贵宾 CSIS 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智库。他说了，我们是为捍卫台海和平的。讲这个话，大家就想问啊，是不是要让美方这些专家智库学者能够放心呢？因为呢，他们也直接很直白的说，我们知道您的两岸路线对和平有理想，但是我们也不想对和平有太多幻想。美国来的人是这样讲的，那赖清德又应该要怎么样来说呢？其实现在赖清德应该要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两岸的路线上面，当然他一直告诉我们要有所准备，但是他的准备思考的逻辑、战略的逻辑是什么？因为现在在前舰这一次，大家就想问，为什么他会说一次就一定要7艘通通到位，预算要一次编到满？大家想问，后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那个时候现任的这个邱国正他说，可以缓一缓再编，因为我们现在第一艘都还没真的理解说它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等等等等等。现在一次就7艘编到满，那之后呢？到底7艘一起做，指挥权听谁的？又或者是施工的期程要怎么样来定？这个其实都跟钱有关系呀。台下你所看不到的政治角力，甚至可以说是所谓军事军火买卖的角力，这一些暗潮汹涌啊！大家想问的是，这些赖清德你有准备好了吗？而且专家甚至还告诉你，真正的关键是美国的态度。好，为什么说我们要潜舰造几艘还要看美国？原因是因为你那里面的作战系统不用美国卖给你吗？你一切要让美国赚钱，没有哦，人家说还要让我安心，我才会愿意把东西卖给你，你还得看他脸色。那所以回过头来，到底你的两岸如何让大家知道战略政策能够让大家安心呢？现在美国啦，人家有人家的战略思考，人家的战略思考就是要斗而不破。所以呢，现在在拜登跟习近平再通电话之后，部长不断的去。就在今天，布林肯访问大陆了，要见王毅。外交部呢，直接给他讲5个必要的焦点来看。第一个，树立正确的认知；第二个，加强对话，有效管控分歧。重点是呢，要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台湾问题是第一道红线，这几个字就明确的摆在那边了。要告诉美方，你要来谈可以，来者是客，但是不能分歧主导中美关系，坚决反对在台湾问题上面的错误言行，反对台独，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和平统一，这一些通通都写进去了。甚至呢，他们的这个环球时报还直接告诉你，不要想要压服中国，用这种的心态来访姿态放低一点啦。你想要谈的，比如说以巴问题啊、中东问题啊，那才有得谈。今年你们要选举，芬太尼问题啊，这些拜登你是不是也很想谈？姿态放软一点才有得谈。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大家开始想问了，台湾是不是又被摆上谈判桌，当成一个筹码、一个棋子了？原因是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对岸其实踩的是蛮硬的，布林肯访华之前，他们先罕见的秀出巨浪2飞弹2次核打击能力。好，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巨浪2先前在刚推出的时候，因为它射程是很远的，7400公里，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年度报告就曾经告诉大家。美方讲的巨浪2如果在太平洋中部作战，是可以威胁到他们的西部。如果它开到了夏威夷以东的话，那就可以直接打到东部了。所以美方基本上
对于这个巨浪2，他们并不陌生，也了解这当中背后所隐含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甚至现在呢，他们在建军海军75周年之际，也让大家来看看他们的邯郸舰。好，里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施，然后呢，通通都停泊在青岛港这边来秀他们自己的肌肉跟 muscle。中国的科学家现在甚至还要开发雷射推进器，要希望能够让他们的超高音速极静音潜舰能够有一大突破。过往呢，他们在潜舰的这个部分确实技术上可能不弱美国，但现在呢，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技术科技在进行当中，雷射推进能够解决一些声音、噪音等等的问题。等等，专家在现场，我们好好来问一下，到底现在中方的军力是什么样貌？回过头想请教一下郑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 ，CSIS 大家都知道，对民众党来说，很多他们的政府主要政务官员是来自于智库里面，所以请他们的智库派人来，赖清德直接告诉你，我捍卫台海和平，结果人家直接跟你说，我不抱有幻想。如果让美国放心，那就是对台湾老百姓来讲是最不能够放心的。为什么？美国是可以我们放心的对象吗？美国是全世界制造灾难、制造战乱最清楚的。那我们让他放心，就是交给你，你随时要拿捏动的。台湾我一直讲说，这个内阁是个战争内阁，特别是对外那几个什么吴钊燮，这个完蛋的很了。好啊，那你今天这些政客嘴巴都讲和平和平。蔡清德讲说我们两岸维持和平，我两个层次问你，你今天不要讲说后面谈到这么多什么前舰啊，一大堆都是备战，美国给我们这么多军援，你也可以讲说我们总是要有备无患嘛。那你有备无患，你为了什么？你若为了和平，请问两个，第一个，你有认真为两岸和平做什么积极的事情吗？中国大陆主张和平统一啊，也是和平啊，你要不要试试这个方案？好，如果这个方案太勉强，那你主张和平，你叫台独，你应该也提出个台独和平方案嘛？对，大家来谈谈嘛。因为大家都在和平前提，你嘴巴是讲我要和平，我要和平，然后没有动作，和平变成个口号，变成个虚的，变成个遮羞布，实的呢，都在干这个。右手天天跟美国握在一起啊，怎么样搞军备？左手在台湾天天要洗涤人心，制造台独意识形态。那你这个东西嘴巴讲和平，怎么可能呢？更有趣的是，这个美国代表说，大家都要和平，但是不要有太多幻想。我如果今天是赖清德，马上眼睛瞪得跟同龄大说：“掐门，请问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幻想啊？那就讲清楚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美国人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如果你真傻，我还真同情你。怎么可能有对和平有幻想呢？在别的地方给 gap， 台海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火药库，你怎么在做那个梦？是吧？所以我是说，不管从外在层次，美国人家在盘算什么，全世界到处山火。说真的，只有台湾不知道，以巴为什么打起来？俄乌打起来，好像说俄国跟乌克兰都没有看到后面美国那只黑手，这是台湾认知世界的最糟糕的地方。那同样，你放到台海两岸，美国这么关心，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啊？当然不是嘛。那他的利益现在以前就是卖军火，捞我们的钱，我们交保护费。勉强还可以平安过日子，现在中美已经角力到的节骨眼来。我们等一下会谈到那个布林肯过去那个玩意儿，那个就是最已经是，我不是乱用形容词，我都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最凶险的境界。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不知道，因为这一阵子来，那个金融那个大战，这几天已经战到所谓的汇率。东南亚这个地方全部大跌，美国人就是拼命要收割。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满足他们金融的需要，没有办法回血给他们很多，让他们这个能够渡过难关，那他说什么样？用打仗啊，打仗资本就跑啊。什么地方打仗最好？因为其他地方欧洲也搞过了，中东也搞过了，剩东亚这一块。东亚什么地方最容易引起战火？台湾。所以和平是他嘴巴讲的，布林肯到那边去，可能我认为都是下最后通牒。如果没有谈好，美国人就会惹事啊。你这个所谓的安心内阁，就是个台湾人最不安心的内阁，所以我这个事情一定要把真相讲清楚。好，你不要讲说眼前危机要度过，你如果真的要维持你任内的和平，我还是回到刚刚那句话，人家至少习近平说要和平统一嘛，你就用和平跟他回应嘛。那你提出和平台独嘛，大家至少针对和平来谈，先谈谈看。你完全没有动作，完全没有朝这个和平的方向做具体的努力，全部都是空的，实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对台湾引发战火非常不利的。可能爽了你们这些所谓的务实台独，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务实，你们都非常现实。你们这个表象之下，我都非常怀疑，你不是3岁小孩啊，你是有历练的政客啊，你也是一个高档的医生，你连到 A、B、C 都不知道吗？那我就打从心里怀疑，你这个内阁是不是准备真的最后台湾出事，你准备要跑？所以我是觉得说，台湾老百姓今天面对人家外面来说，不要对和平存有太多幻想。要是我真的全身鸡皮疙瘩会起来，刷着皮皮出来，立起他们，请问，就赶快问清楚啊，让他把真相到底为什么我不能幻想？我对和平有期待，难道不对吗？你美国不是天天让我们两岸要和平，让台湾和平吗？啊，你为什么叫我不能期待幻想？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台湾老百姓在他520就职之前，最关键的不是听他讲什么口号。对台湾的实质和平避战有什么具体的作为？我们整个520要看的是，其实在我们刚刚讲到国防这一块，很多东西呢，现在专家告诉我们，还得看一下老美他态度是什么。那老美的态度是什么？老美的态度，岳老师，我们担心的是，像今天布林肯，他去到大陆去，大陆很明确的告诉他，他们现在5个原则在前面，台湾问题是红线，台湾又被拿上了中美的谈判桌，那台湾的态度还得看老美的态度，那我们到底又能干什么？我在这边的话呢，回答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我首先要强调，和平绝对不是幻想啊，和平是一个基本权利啊。是一个这个最根本的一个权利啊，和平怎么可以当幻想呢？啊，如果你不要和平的话呢，你要战争，要战争的话，你得问问看，要准备要面对战争的人的意愿啊。那个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没有人要战争了。就是我非常认同郑老师讲法的，一听到和平是个幻想的话，赖清德应该至少表情做出来，眼睛放得跟铜铃一样大，讲说你讲的什么意思啊？要借这个机会厘清一下，否则的话你讲的是空的。因为赖清德也不像是长得像将军的样子，也没办法打仗，也没办法给我们心里的感觉啊。我在这边稍微强调一下，这个在国防，你们这今天所要讲的2个消息，其实讲起来都很荒唐啊。首先跟美国买潜艇啊，为什么一次造7艘啊？啊，我原来理解，我可以在这边告诉大家啊。因为美国的国防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啊，涨价太快了，东西太贵了啊！一次订7艘的话呢，一次用7艘的价格订啊，其实是非常荒唐的。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消息讲说，大陆的下一代的核潜艇有大型的突破，在侦测上的方向来讲，2个根本就是不是同一个定位，没办法相比较。你在这种情况下订了7艘。老百姓的钱呢，我必须坦白讲啊，因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国际化的程度比较高，我们在台湾其实讲起来蛮可怜的，有钱人赚得盆满钵满，没有钱的人的话呢，就是这个3餐不继啊。这个出现的这种现象的话呢，你自己一次订了7艘潜艇，你拿了谁的钱呢？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说台湾人赚钱并不容易的。另外，你讲到这种情况下，讲说是台湾目前为止的话呢，想到就说是美国来讲，大陆本身对于布林肯要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是他要求，然后这个王毅邀请啊的这种情况下，他们现在的话呢，他去的氛围非常不好。环球时报写的这个消息，就是他的氛围有3项非常不好。第一项的话呢，就是美国从耶伦开始到布林肯都在指责大陆提供俄罗斯武器啊，那这个大陆不管怎么讲都不行啊。然后第二个，什么台湾呢不能够武装化。美国的众院都已经投票了，要拿出钱来让台湾啊，台湾这边的话呢，这个国防单位、单位感谢的不得了啊！你感谢什么东西啊？你这个把你进入了战争的线索里头嘛，对不对？你这个在里头的话呢，你没有办法逃都逃不出来。然后第3点，我觉得问题更严重啊，就是大陆就是给布林肯也是看。美国的那个陆军的那个报纸里面讲说，美国要到菲律宾去部署中程导弹啊，不排除中程导弹里面有携带核弹头的可能性啊。那么这个的话呢，而且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针对大陆来的，因为大陆现在呢讲的这个巨浪2飞弹里面讲起来7400公里，在部署上来讲，那我觉得说这里头的话，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到大陆面对了这一大堆的威胁性的口吻，你想要得到什么好处？大陆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啊！我个人是觉得说，美国现在真的是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啊，自己面对了各式各样的挑战啊。那现在大陆的国防力量的话呢，我觉得倒试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捍卫自己的主权以及领土啊？那台湾这一道红线已经讲了好多次了，那布林肯去的话呢，还需要大陆再重申一下吗？所以我觉得布林肯本身来讲的话呢，到了大陆去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但是真正的重点也就是
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台湾的问题。还有一个的话呢，你在菲律宾要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你要用什么态度来解决这个困难？因为这个让我们想到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啊，那大陆这边马上就讲说，你们要部署中程导弹，我们不理你，我们这边跟古巴这边谈成协议啊，你家门口的话呢，也要部署几颗中程导弹，那你美国能够受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会了解到，布林肯本身这一次，我个人呢是觉得说他到大陆去访问呢。我没有很多的期待了，我真的没有很多期待。在520之前我要讲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就是让大家了解，台湾本身甘愿做这个棋子啊，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好应用的棋子。千万不要以为说是罗森伯格到台湾来啊，就是要求布林肯啊，不是要求这个赖清德啊，做什么事要小心点啊，没这回事。因为台湾心甘情愿当这个棋子，美国是会好好打的。好，其实呢，讲到了潜舰，大家现在都想问了，先前不告诉我们的吗？说一次买7艘比较便宜，后来发现没有比较便宜啊。现在甚至还说了，我们要给他赚钱，还得要人家愿意卖我们，能够安心。一切都取决于别人。想要请教一下小舰长，所以我们到底自己能决定些什么？我们能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按时付钱。好，那其实从专案管理的角度来看那曾经有专家研究过说。如果说我们要造7艘，最好能够维持建构我们的战力，然后维持这些造舰技术水准的，也就是1年下水1艘。可是1年下水1艘，如果说从明年开始起算的话，我们要整个造完事实上来讲已经到了2030几年了。可是我们看一看这个是我们中央社的新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原型舰海鲲号只比剑龙进步10年，这是中央社说的进步10年，剑龙级是1988年下水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海鲲号是上一世代的产品，是1988加10年，1998年。结果我们要造这个上个世纪的潜舰呢，这么贵也就是再造7艘2800亿，比海鲲号还要再贵88亿，每一艘贵88亿，这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新闻才刚刚出现，另外一个新闻就接着来，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我们的召集人潜舰国造召集人黄曙光将军，那他其实也就是写信给 L3 Harris 的这家公司拜托你赶快把潜望镜交一交，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海鲲号没有潜望镜，没有潜望镜，你要做什么海上测试？你要做什么靠港测试？不要自己骗自己了。那美国为什么现在打这个主意要帮我们做这个柴电潜舰呢？事实上来讲，美国没有柴电潜舰，可是他们的战争学院的教授James Holmes， 然后他已经就讲这件事情讲了非常多年，他从2018年他就谈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来讲，他讲说，如果是柴电的攻击潜舰的话，它可以展现美国的韧性，有助于在东亚遏止战争。然后以核潜舰来讲，其实到东亚是一个远洋作战，其实是不适合美国在东亚使用的。所以他看我们现在海鲲做出来了，然后大部分的总成也都还可以，那他就要来帮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开始好笑了，为什么？这就跟当初我们做出 IDF， 他就卖我们 F16， 我们做出熊2，他才要卖我们好碰，我们做出了天宫，他才卖我们爱国者。现在我们做出了海鲲，他又要卖我们柴电潜艇，这是什么样的朋友就是我们可以了，原来你可以好吧，那这个同样的也可以卖给你，你跟我买好了，你不用自己再做，刺激你进步。正向，非常的正念。我觉得非常难看。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